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天天向上开展的第3项新业务——天天牙科诊所。我们就请来了全国各地优秀的口腔科医生啊。君豪被称为最帅的牙医，苏老师最年轻的副教授。陈医生因为帅气和牙医职业啊圈粉无数。王一博帅哥的话有一点小问题啊。他拍广告，好好说。我是小时候特别爱吃糖，就弄了很多坏牙，全给补上了，然后现在没事了。前锋应该是不会有牙齿问题，吃嘛嘛香，身体倍儿胖。牵着他的2只手，然后我们轻轻的拉开他嘴角，就可以给他检查一些问题。一博还记得换牙吗？就是下牙要往房顶上扔。嚼槟榔啊，是不是引发这个口腔癌的一大杀手？3个助理岗位，你们将作为实习生呢，直接参与到接诊。薛凯琪来了，哇，明星来看了，哇，凯琪开了个门，把我们的门把手拔起来了。我要量你颌骨到鼻尖的这个位置。哇，好近我的眼睛啊！有点害怕，不要抖。OK， 好，这边握着，对，很好，你可以靠近一点没关系，口水没有吸到。这是一个魔法的棍子，它主要怕这个。啊，眼泪都出来了啊！是没有光了。贵宾休息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饭到位了吗？到位了。水到位了吗？到位了。还有8杯鸭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 ，OK。排号？排什么号啊，大哥？我们天天向上是录制节目，门票那就更没有了呀，我们不卖门票的。集合！今天来的观众人数很多，而且特别热情，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安全准备，明白了吗？明白。现在加油！车队快到了吗？各部门请准备，贵宾马上抵达。来了！Is life just a playground? And someone will always look out for you. But wake up, baby. 下一个总该是了吧？下一个该是我的哥哥了吧？走。来了！早点把它拔掉。那你要帮我拔。好啊。拜拜。回头给你们看啊。我有一口蛀牙。
子刷牙，却看不到啥效果。这咖啡和可乐，我统统不敢喝。看我的牙，有没有羡慕我？不仅其颜色还是洁白发光，啦啦啦啦！想吃就吃，我想喝就喝，牙齿好了胃口就好吃，妈妈想呼啦啦啦。有请口齿伶俐、舌战群儒的汪涵。牙齿问题很多，它其实很脆弱，注意日常保护，没有蛀牙 bingo。欢迎来到由补水品类倡导者温必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补水就用温必全。是的，欢迎大家来到天天牙科诊所，这里是继律师事务所、国漫打工人后呢，我们天天向上开展的第3项新业务。口腔健康呢会影响全身健康。没错，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 WHO 呢调查结果发现，世界上大概有70%人有口腔疾病。哎呦，我听着人家说有一个数据啊，他们说什么？像唱歌呢？我听着人家说，我国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国有近90%承认患有牙周疾病，平均7000人才拥有1名牙医。嘿，当。哎，得知今天我们要开牙科诊所，我们就请来了全国各地优秀的口腔科医生啊。是，导演组们就沸腾了，因为我们导演组是全湖南卫视牙最差的一个导演组，真差，槟榔之祖应该是啊，说了不起啊。对，口腔问题很严重。各位有哪些啊？就是牙齿和口腔问题？前锋应该是不会有牙齿问题，对，为什么呢？牙好，胃口就好，吃慢慢香，但是身体倍儿胖。但是用的多肯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吃完宵夜，有时候忘记刷牙了呀，当第2天早上的宵夜啊，不，哪儿有呢？就是会引起蛀牙。蛀牙，因为我稍微有点黄，经常洗牙，而且我也戴了牙套，以前牙比较突出，人家是腰间盘突出啊，他是牙突出。对啊，对，一博应该没什么。没有，我是小时候特别爱吃糖，就弄了很多坏牙，全给补上了。蛀牙，这满嘴都烤瓷的，现在是。对，有烤瓷，有烤瓷的。对，因为已经坏死了，它就钻那个牙神经嘛。哎呦，不是，就把牙神经给掏空，然后再补神经，然后再把上面牙给盖上，然后再套一个烤瓷上去。那很疼，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真要命啊！对。韩哥有什么困扰吗？我没有什么困扰，我会有一些传统的顾牙的方法。早上起来叩齿，怎么叩？没有，就是自己磕。哦，这样叩啊！每天早上起来啊，一醒一睁眼，那是冷的啊！真的吗？乐乐姐在家，一博呢是拍摄了牙膏广告的。巧的是，之前我也拍过，你也拍过，哎，二位拍的时候，因为要一直乐嘛，会乐到尴尬嘛，反正很累，会抽搐吗？就是会僵硬。拍之前会做特殊的护理吗？就是简单的漱下口吧。咱们都可以试试拍牙膏广告。哎，没有牙膏哎，这很简单，让我们来召唤无所不能的蓝骑士。哎呀，请赐予我万物吧，蓝骑士！刷，点了。蓝骑士，你有新的订单啦！哎呦，来了，蓝骑士！哇，这么快，点什么就来什么。你好，我是饿了么蓝骑士，您的外卖已送达。哦，谢谢，好快呀！饿了么外卖呢，它真的是送万物，除了有我最爱的美食，还在上面可以点一些鲜花呀、饮料啊、纸巾啊，各种东西，只要你想得到都可以点。对，很方便。今年双旦快要到了，我准备下单送别人鲜花，对吧？水果可以给爱人送。峰哥，你有爱人吗？哎呦喂，爱人就是爱的人呐。作为我们诊所开张啊，我就请来了全国口腔科的优秀医生们，将会带来3个助理岗位哦。今天你们将作为实习生呢，直接参与到接诊，上手实战啊。韩哥，这个隔行如隔山呐啊，当然，学医之路甚至甚于蜀道之难。医生的这个 offer， 我们怎么可能接得住呢？怎么可能？
常言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吗？哎呦，不信请看这位从偶像男团主唱到中国好牙医来给你带来的加油助力。哇，欢迎君豪，欢迎君豪啊！欢迎。君豪，好厉害！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以前是前偶像团体可米小子的主唱，我现在是你们的许医生，转行做牙医，哎，好棒啊！最近就是因为这个视频啊，然后在网上被热搜，然后就被称为最帅的牙医。哎呦，自从当了这个牙医之后，有多长时间没有拿着话筒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来唱唱跳跳了？应该有15、16年的时间，15、16年啊。会不会怀念这个舞台？当年跟兄弟们一起，挺怀念的，因为那种感觉很有一种热情跟朝气。这是以前要多么帅气的六子。君豪呢，现在是毕业于四川大学的华西口腔医学院。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华西？因为华西是在亚洲地区最有名的口腔医学院。因为我受伤之后呢，也透过家人的鼓励啊，后来我觉得我决定走这条牙医的路。哇！其实跨行跨得好远啊！对，好像这个资格证书是非常难拿到的，架不住人努力啊，对不对？你看前锋刚才说非常难考啊，真的是好厉害。我基本上就9个月没什么出门，我就是早上在家，然后去图书馆，晚上回来12点睡觉，隔天再这样子。职业的医师啊，全国通过率不足30%，压力是非常非常巨大。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学习的一些文本。哇，这么厚啊 ！Oh my god！ 本书这么厚啊！应该有大概20几本，20几本这么厚的。对，但是呢，这只是就是其中哪几本来看一下这样。那考完了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就在成都来开诊所？第一个，成都是我比较熟悉的城市，那我朋友家人也都在那边。成都后来也变成西部一个最进步的金融都市，那人口也超过了2000万。哎呀，所以我认为，如果我选择这个都市创业的话，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您会讲成都话吗？因为在那边工作这么长时间。我说的很差，因为我说出来。说的很，我说的不好。成都人说吃饭，来吃饭，说你这个人好烦呐，好烦哦。哇，这么撒娇啊！哎呦你，好烦哟你，好烦。诊所呢已经开了6年，有没有遇到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人？成都现在嘻哈文化也比较浓烈，所以难免会有一些 rapper 来找我看牙。喂，一手机前我来看牙，因为我们要出门去做个大侠，不然我想干嘛？跟我一起 hip hop。通常就徐新你好，哦，徐生，好久不见了，你切给他治疗完之后他就没有那个呀，遇到那种情绪很焦虑的病人怎么办？我觉得没有人不怕牙医，因为牙医这个工作就是很让病人很焦虑。新病人来的话，我会跟他解释我该怎么做。那通常我就会说一句话说：如果你给我治疗后，你可能就离不开我了。哦，所以牙医舒缓病人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对，这很必要。
开诊所已经有6年时间了嘛？是。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社会整体大家对牙齿问题的态度的变化？每一年都是翻倍的成长。哇，你业务这么好，我说病人对牙齿的这个意识，对他健康啊要照顾各方面，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是每次去看个牙都好贵啊。我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教他怎么样护理，让他省到更多的费用。想病人之所想啊，是特别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3组不同的口腔科医生带来实习岗位。天天兄弟呢，3个人分别会选择哪一个科室来进行实习工作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口腔医生天团，有请。我们是口腔颌面外科医生。夫妻，我的工作是让你更帅更美。我的工作是让你知道口腔健康关乎生命。今天我们带来的 offer 是如何科学鉴定你的嘴脸。乖乖，张开嘴好吗？像大老虎一样。很好，你是最棒的。大家好，我是儿童牙医陈延迪。今天我带来的 offer 是儿童牙科小助理。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口腔院正畸科周延恒医生。我今天带来的 offer 是口腔清洁助理。我们来了，牙齿请就位。老师们好，哎，欢迎欢迎。是的，是的，4位来自不同的科室啊，有口腔颌面外科啊，正畸科、矫正科，还有儿童口腔科。哎，就不知道你们3个最终会进入到哪一个科室？哦，让人选我们是不是啊？那我先说一下正畸科啊，我们畸就是畸形，就是因为牙齿有畸形，所以呢，通过这种矫正，然后把牙齿给排齐，这就是它的特点。哦，你看。大老师有这样的困扰，我已经没有了，我都花了7、8万了，不容易吗？我大张伟现在是整齐科哦，整齐了已经。那这个第2个最难念的这个科是，这个叫口腔颌面外科啊。它不光这个名字难念，它的专业范围也比较复杂。简单的说吧，就是从眼睛往下，脖子往上，喉咙眼往前。这都哪儿？你是交通大使是不是？除了这个脸，就这个点，除了这个鼻子跟这个甲状腺都归我们管。更专业的角度来说呢，它分几个亚专业、几个领域。那么一个叫牙槽外科，这个老百姓接触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就是拔牙、种牙。第2个专业领域呢叫唇腭裂。就是我们通常意义说的兔唇。下一个叫正颌外科，这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地包天、天包地，整形有点啊，对。那么还有一个叫创伤。比如说车祸或者高处跌落，把这个骨头摔折了。仙女着地，用脸先着地的，脸先着地了，我救仙女的啊。最后一个专业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口腔颌面部肿瘤，所以它这个包含的面还是很广的。是。还有一个儿童小朋友能最难了，是不是？让他们长对，那可不一定啊。因为我们儿科可能和其他的科室不太一样，我们是不以业务内容，而是以一个患者的年龄来区分的一个科室。0到18岁的儿童都是在我们这里。0到18岁的儿童，0到18岁都算儿童啊？是的。然后他们看病的时候，万一不配合，你有很多妙招吗？是的。他刚刚就说了，像小老虎一样张嘴。乖乖，张开嘴好吗？像大老虎一样。对，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哦。你跟一个18岁的小伙说，来像小老虎一样张嘴。那这个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分类啊。是0到18岁分几个阶段？我们比如说我们0岁到1岁，这是一个婴儿期。婴儿。1岁到3岁是一个幼儿期。幼儿。然后3岁到6岁呢，我们称为学龄前期。然后6岁到12岁左右呢，是一个学龄期。好像就是6、7岁的时候那个牙最关键，因为我小时候牙就歪，然后长大之后一直就歪。对，剔牙期非常重要。那时候还记得门牙撞了一下，掉了以后哭了1晚上，牙就长出来了。哎呀，
那个时候还有讲究啊，就是下面这边那个牙齿掉了以后，要往屋顶上扔，上面的牙齿掉了以后要埋起来啊。我这个讲究有上百年了吧？听起来好像好厉害，好厉害。而且以前啊，家里都是爸爸妈妈负责给这个孩子们拔牙，拿一根绳绑在牙齿上。我们院儿呢就有绑在弓箭上，来，爸爸看给你射多远啊？真的吗？就是那绳踩那板砖上，这么着踩着，咔那种。我们这里离这个婴幼儿时间最换牙期就是王一博啊，你小时候还记得那个掉牙？还记得换牙吗？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记得就是下牙要往房顶上扔，是吗？对，有这个说法，行，但是记不清。但肯定是掉过，那当然，不然你现在还是一口乳牙。好，接下来3位实习生，我们就要先到这个周彦恒教授的科室进行学习。来，好。周教授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而且也是世界正畸联盟执行委员会的首位华人执委。哦，您从事这个行业大概多长时间了？今年是第32年。32年呢。哦，对，周教授是在我们口腔矫正界的大咖，久仰大名。大家都经常羡慕就是艺人朋友的这个牙齿，觉得又白又大又齐。矫正前、矫正后，其实他们很多都做过矫正啊。我阿牛这牙是需要弄了，跟我差不多，一口碎牙。我，哎呦，胡哥这还行啊。我们特别想问一下，矫正仅仅是为了美观吗？我们矫正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健康。我们牙齿如果不齐的话，容易藏污纳垢，是吧？像一些虫牙呀、牙周病啊、牙龈发炎等等。是。那另外，如果牙齿不齐，咬合功能不好，那可能吃饭可能就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其实矫正牙齿不光是为了美观，为了健康功能各位和美观。记得第一次牙疼什么感觉？我以前小时候永远都不听说牙疼什么不是病啊。我以前是夜里头感觉。梦中有一人给我一大嘴巴，我身体抽醒了，然后就开始旁边人走路都感觉那个自个儿这儿都特别疼，然后就开始哭，流眼泪，而且有一种就是牙神经一直在跳的那种疼。对，那是因为神经发炎了。对，神经发炎的。一博，你小时候有？对，有特别疼，就牙龈都会肿的那种。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经历？你们知道吗？知道吗？不知道。主要的原因就是看我们牙医太少。你看，你多看看牙医。哎，我们当中谁做过这个牙齿的矫正？Yes me 啊 ，yes。对，我现在正在戴这个隐形牙套中，但是因为做节目，我戴隐形牙套啊，那个口水就会一直在那积攒，说到差不多每15分钟的时候就会喷一次水，这个东西无法解决，对不对？对，但是这个牙套有时候会有点少说话，只能是这个方式啊。对，如果中途放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你的牙齿就会反弹成原来拥挤的样子。什么？那你就等于前面都白费了。我们开录之前啊，周教授给大张伟做了一个口扫，特别新技术，我看过这么多回牙，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个技术。今天给你做一个口腔扫描，好吗？扫能扫出什么来呀？把你那个牙齿整个都给你扫出来。好。哇！再张稍微张一点，好完了。这跟那个建模是一样的，是不是？对，是。Great。来走了。你看，这是大张伟这个他的咬合的情况，然后从前面看感觉还不错，是吧？还行。对，那个中缝能够对上，但哎呦，放到旁边就看到这上面有个大豁，是吧？大缺口，缺颗牙主要是。他跟我说是那个现在先不能补呢，要都弄齐了之后才能矫正完才能。对。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更清楚一点，是吧？哇，好先进啊！现在翻来覆去的啊，可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牙齿上，你确实有比较多的牙结石，是这样。这得通过什么来清理啊？这要洗牙，通过洗掉啊。然后另外就是最后这个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牙齿，你看补的不是太好，所以呢要做一个牙。那个医生听见没有？我花钱你没给我补好，好吗？你看我们给你重新来设计一下你现在牙齿情况，是吧？对，我见过这样的照片。前都知道以后是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你看侧面。原来这有个缝隙是吧？然后我们把这个缝，把后面的牙齿可以挪过来，关闭，然后给它把这个缝隙关闭。这个难道可以把后面的牙给它挤上来，把它移过来？对，是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矫正刚才要时间长就是这样，它是一点点来把这牙齿移动。因为我做的时候就是那种先让我呲牙乐一下，他后来给我 P 一张那个我的牙非常好了，真的，医院就是这样的，就牙齐了就好看了。对，回头把照片放进，我给你 P 一个。对。周教授觉得我们天天兄弟其他3个人需要做牙齿矫正吗？
在聊天的时候是吧？看过了就是习惯性的瞄我了一下们。从这边看牙齿还比较齐，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牙齿比较往里抠一点。说你抠，哪天说你抠，牙齿抠，人也抠，你看看人不抠。那个对王一博帅哥是吧？你看那个，其实牙齿排列还是很整齐的，有一点点小问题啊。别他拍广告，好好说啊，来，特别好啊，是不是啊？对，有什么问题啊？笑得非常好。你看刚好这个，我们知道一个非常好的微笑是牙齐，然后把那个整个牙都能露出来，所以你那个笑的笑容微非常笑曲线。对，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是上下牙上面跟盖着牙下牙有点稍微多了一点点。对，对。韩哥的牙特别真，你看又白又齐。对，主持人这种啊，就特别的，对，也特别棒。对，基本上还挺好的。基本上就是在牙医的眼里就没有完美的牙齿。关键是为了大家更健康，是吧？对。说到这个牙齿咬合问题啊，我们现场认为自己咬合功能没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一下。啊，现在在周教授面前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对不对？导演组有没有咬合问题特别不好的代表？啊，来，这位女士，咬这个盘子啊，盘子叼起来。啊，不是吗？可以拿这个试纸是吧？咬上以后，咬紧的，后面咬住，对，把后牙要往前拉就，对。你看这就拉出来了，说明那个前牙咬合咬不紧啊。像这样确实需要来矫正，把咬合给它弄紧了，对。你咬的时候后面大牙咬住，后面你不能靠嘴唇呐，你不能靠嘴唇，放开。还不错。哇，是一嘴。咬住了吗？咬住了啊！都你了。哎，哇，很轻松。对，有问题。那这个咬合功能对于人的影响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咬合主要是一个是要切割，一个要咀嚼，是吧？如果它咬合咬得不实的话，就是咀嚼东西的时候就不太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牙齿其实是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的第一个器官。是的。对，因为我们咀嚼食物的时候，唾液才能分泌酶。所以小朋友啊，我们给他吃辅食的时候，就不要吃那么细的了。就要有一点纤维感，咀嚼好了以后，他牙齿长得好，对他吐字发音啊，都有很大的帮助。是，有些人这个口腔因为牙齿不好啊，说普通话吐字发音就没那么清楚。我说我最近结巴这事儿有点好转啊，又回去了，垮了。差一点啊。牙齿矫正是不是越早越好？黄金年龄大概是什么时候？您得赶紧带上个套吧。对，是这样，牙齿矫正呢不是说越早越好，真正那个黄金年龄呢应该是在12到16岁。对，因为在这个阶段矫正牙齿时候，它的副作用最小，牙齿能移动到最好的位置。中学生戴牙套嘛，就是那个比较多一些啊。但是有一点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讲说一般7岁的时候，它是一个牙齿在替换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就要早点来看，有问题了我们早点给它进行来解决。那有没有一些小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测试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这个正畸？可以看看你们自己都能到哪一类啊？我是第2类，我是2+1+4啊。我嘴里还是牙吧啊。你属于龅牙对，所谓的龅牙就是上面牙齿往外滋着，是吧？对，坐电梯都比别人快啊。2深复合，对，就是刚才说的咬的比较深一点，就上面对是。还有这个上下牙之间没有咬合，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发音。牙拥挤，牙拥挤是最常见的，对，里出外进这样子。分家的这牙放大，估计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中间或者旁边有些缝隙。地包天。对，因为我们正常是上面牙盖着下面牙，现在变成下面牙盖上上面牙了。所以大家照镜子看看到底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其实做过那个牙齿矫正的朋友都会遇到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戴那个金属牙套，哎呦那疼啊，会刮到那个口腔黏膜。对，是这样。周教授有没有什么诀窍给大家分享？我们其实有个黏膜保护蜡是吧？就放上去以后，把那个金属的表面变得光滑一些，像粘土一样。对，另外就是戴上那个金属牙套的话，刷牙刷不干净，容易引起那些虫牙等等，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用一些缝隙刷子。然后还有像龅牙是吧？嘴滋的比较厉害。那晚上有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那个贴，呼吸贴，对，呼吸贴，防止口呼吸。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老张嘴呼吸是吧？咽炎，尤其冬天的时候更是这样子。那晚上讲梦话都讲不了了，讲梦话都是豁着讲，不是。哎，刚刚教授说的那几样东西，我好像都不太了解啊。你下个单吧。那让我用饿了么下个单。对，请赐予我万物吧，蓝骑士。
刷刷刷刷，点。蓝骑士，你有新的订单啦！你看看，哦，你好，我是饿了么蓝骑士，您外卖已送达。哦，谢谢谢谢，这么快，哇，这说来就来啊，真的。看看，你看节目播出以后，如果没送这么快，大家会不会有意见呢？你看，真的是万能的蓝骑士啊！这个是呼吸贴，就是在嘴巴上面贴2个封条，噗嗤噗嗤。对，这个对是这样的。这个是牙间刷，对，像这个就是牙缝一刷的话，就可以是矫正器中间或者牙缝之间来把它清理干净。这个蜡呢，就是把这个可以拿下来以后，然后给粘到那个金属的嘴里老感觉有东西，会有点老想咽。对，旁边还得有人续，对吧？吃吧，往里续蜡呀，往里。我们了解了这个正畸科这样的一个诊治内容。接下来我们3位实习生啊，我们要去苏家珍夫妇科室学习颌面外科，帮我们解决口腔问题是什么？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钟烨，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两位啊！哇，这名儿起得好啊！您呢？大家好，我叫苏家珍，也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苏老师最年轻的副教授哦，升就是比较早，就是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哇，好厉害啊！一脸的这个骄傲啊！对，真是。听说就不管和私下还是就是很多平台上，就毫不掩饰自己对自己老公的这种崇拜老公、崇拜啊，喜欢，你看苏老师这个外形，就是他是在学校里的时候就属于万人迷，就是我是那种低调杀出重围胜利的那个号到苏老师的那个人，就是女追男，对。既然已经说到这一步了嘛，我们这个节目也不八卦啊，但是我们这个节目不八卦，特别的详尽。当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能够吸引自己老公的注意力？我当时就是保送到了北医之后的当天进科，这叫凡尔赛吗？保送，先说自个儿保送啊，这。就好像前段时间有人问我说，哎，韩哥就是在那个播音主持界啊，有一个演讲比赛哦，在大学里面是非常流行的一些孩子叫做齐越奖，齐越是我们的宗师的宗师嘛，是。你有没有知道？我说，哎呀，很抱歉，我没有读过大学，没有参加过这个奖，但是我当过这个奖的评委。他们说你这个好像叫凡尔赛，哦，原来才知道这个叫凡尔赛。哎呀，保送，对，保送。然后进科的第一天呢，就在14楼的大玻璃窗下看到了阳光闪烁的苏老师。哎呦，就是阳光洒在他身上之后，就已经完全迷倒。之后进科大概9月、10月，就已经熬到11月，我就按耐不住了，我就传了一个饭局，但是又跟大家打了招呼，大家都知道我想干什么。然后后来就非常默契的在离开的时候，就只剩下我和苏老师回宿舍。然后这个时候，好，可以了，我们的节目到这一步就可以了，好不好？啊，我们节目到这一步，你只剩下2个人回宿舍，俩人看了1宿牙，互相就我跟苏老师说，苏老师，我就是师兄，我看上你了，你要是觉得我还可以，咱们试一下。这么直白的吗？对，我就断了这个念想。对，看得出来这姑娘就是这。我的情商还是蛮高的啊。我说那个这样吧，我来追你试一下啊。然后就各自回宿舍了，但是他说他要追我，然后过了2天完全没有动静，我就忘了这事儿了。对，我就发短信说，你说来追我，你人呢？然后后来就很正常。哎，我觉得这个很高端，人家姑娘都已经表白了，他先耗他2天，欲擒故纵。哎呀，难怪是最年轻的副教授，这真是特别厉害啊！是，就是君豪，你当时在那个学校读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什么师妹，然后过来跟你表白，一堆人追，组团追你？因为那个时候刚离开团体，对，然后上课就外面很多女学生，还有一个是我在实习的时候，有女教授说：“来，口罩拿下来，我看一下。”然后有人跟你直接这么说吗？就说我要追你。没有，倒没有。哦，还在等。都说啊，千万不要找同行结婚啊，说会不会因为工作的原因容易发生争执？对，这个确实是有哈。其实我俩在生活中反而基本上不会有争吵，但是在遇到某一个临床治疗方案也好，就是我俩有时候就会 battle。对，就是如果我们2个有一个约定，就是上头了，就主动要跟对方喵喵喵。
什么叫喵喵喵？这个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你想，大家吵架吵得特别激烈，上头的时候，忽然哎喵喵喵，然后对方必须回3喵，又软又萌，瞬间那个吵架的那个气氛就没了，你知道吗？什么样的喵才是合格的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Oh my god！ 哎呀，这个办法，这个方法还是第一次听说哎。我觉得我要学习一下。喵喵喵，对。但是2位同一个科室，不同一个领域啊，分别是解决哪种口腔方面的问题？我主要是更倾向于口腔颌面部跟整形相交叉的一些内容，然后苏老师是主要会更倾向于口腔颌面部的肿瘤和修复重建。对。哦呦喂，这大师啊！我替广大网友问一下啊，就是说嚼槟榔啊，是不是引发这个口腔癌的一大杀手？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哎，还真是啊！哎呦喂，在全国我们这个口腔癌发病率大概是10万分之1左右，但在我们湖南省10万分之4.22好像。幸亏我是江苏人。当然，这个背后肯定有很多因素。它是不是就是刺破了你的一些口腔黏膜啊什么的？对，你本身嚼槟榔，它是一个硬性的摩擦嘛，老去损伤你的黏膜，损伤之后修复，损伤之后修复，损伤之后修复，哎，不知道什么过程中就出问题了。纤维化。哎，对。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槟榔里面含有槟榔碱。对。它并不是说就是马上就导致口腔癌，或者一定导致口腔癌。马上导致谁爱吃？如果说嘴巴里面老有那种烧灼感，尤其是一吃像那个辣的东西、刺激性的东西，就刺激之后会加重。有些经常吃槟榔的人，2个手指头对张不开嘴，对张不开嘴，对啊，我们叫口腔黏膜下纤维化，这是一个诊断。这个诊断本身是一个癌前状态，它就是和致癌有直接的关系的。哦，对，口腔黏膜下纤维化有7%到13%，最后会变成口腔癌。对。比如说你出现这个口腔症状了，你就别再等了，赶紧戒吧，或者是去找医生看吧。对，反正你自己要多注意，身体和生命是你自己的，没错，你自己可以去选择，好不好？那口腔溃疡呢？对，口腔溃疡它其实是一种症状的称呼。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口腔溃疡呢，我们叫复发性口腔溃疡，就是今天长了一个溃疡，哎，过几天自己能好。这个东西它跟口腔癌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你的口腔溃疡过了1个月还没有愈合，那就有问题了。但是什么方式是最快治好的？有一些溃疡贴，还有一些包括局部的一些药膏、一些凝膏，可以抹到上面，它可以减轻这个疼痛的症状。哦，苏老师有一个口水博士的称号啊，听说是第43个病人给取的这个名字。它是因为一些疾病导致的这个泪腺的功能已经没有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它的口水一部分挪到眼睛里面去，就拿口水治疗眼干，就看到美食的时候眼睛里面流出的是口水。恭喜医生，会不会就是一看到别人就会给对方的这个颌面打分？以前刚开始入行的时候，看到别人觉得有问题，然后就爱跟别人说。但其实我觉得整形相关的，它是一种心理治疗。只要比如说你嘴有一点歪，你不觉得它有问题，它就没有问题。一年一美哦，真的。那您看我们天天兄弟里面啊，谁就是算是长相很标准的？这还用说吗？对不对？我觉得。年轻时候的钱枫老师 ，KO， 把年轻时候去掉好吗？哇啊！钱枫，这是你吗？这是我，这是我当兵的时候。哇，这真的就跟你现在有点不像了。他的鼻子很好看，他稍微给一点侧面之后就很显鼻子。你看看他这些干嘛都过去了，哎，什么就过去了？然后就还会回去的啊。那是不是一个人的笑容很大程度上就影响了一个人的面容？我们对面部评估的时候，我们医生会把它分成很多维度。如果光是笑容这个角度的话，其实讲究的一个概念就叫做笑线。那笑线我们其实分成高位笑线、中位笑线和低位笑线。直接分割出来。高位笑线。
就是露牙龈的同时大于3毫米以上，我们叫高位小线。你可以看我，可以看我。我看您啊，您是属于高位下小线。对对对，就会觉得有点就是过了就丑，露出来一点牙龈，但是又不小，没有超过3毫米，是我们觉得最好看的。你那个是假笑，要真诚的笑。哇，这是真诚的笑啊！哎，他这个是好看的。前面我告诉你，你现在真的你在这个恭喜老师心目当中超过我了已经。喵喵喵。第一位笑线是包住是吗？就是露不出来。哎，姐夫，你这样也还帅。对，还是帅的。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哇，真的哇，地位那么高呢？那一博呢？一博。他的小线好看，是中位小线的。就有一位朋友啊，就是因为牙齿难看就困惑了很久，今天因为工作实在是到不了现场啊，也是我们特别要好的朋友，让我帮他看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杨迪。听说天天向上的牙医天团来了，所以我赶紧给自己挂个号哈。各位医生，看一下我这个人有没有因为我的牙齿影响到我外观的颜值呢？帮我研究研究好不好？我长得跟漂亮啊，挂个号。那看他这个面相，哎，光看这个面相，得感觉这人才艺得多好才能火，对不对？对。有一个简单的评判，大家都可以自己试一下，我们叫审美平面，就是我们当连接鼻尖和磕点的时候，上下唇是不应该在这个线的外面的。就是您看韩哥。好标准呀！对，就是这个唇它不能凸出来，就是要这条线的压线或者靠内侧。但是你看一下杨老师的这个情况，我目测他肯定是凸出去了。我觉得他最主要的问题，他下颌后缩。杨迪长得跟一个病例一样，对不对？基本上长得好像机器猫里面那个强夫。杨老师来面诊的话，我可能会问到他有没有打呼的习惯。哦，对，因为这样的人群，他很大概率会有一个疾病叫做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强烈去建议他去做一个叫做睡眠监测的检查。哦。我们这个颌外面的这个临床检测有一套这个审美的这个评估方法，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那我们找一标准的，您心目中前锋不是标准的吗？来，前锋，来前喵喵。我们测的时候会测4个维度，首先我们会看一个人的正面，其中我今天想跟大家展示的就是大家可能也会知道的3庭的概念。我们都讲第一，天庭饱满，就是我们的本儿了。哦，对，我们会测它这个高度。多少？57.38。57.38，好，你看啊，中庭。64.18。你看。69.13。是不是越平均越好看，还是？对，越平均越好看，因为但是这个测量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误差，毕竟不是在片子上，它这样大概其是基本是均等的，但是它确实额头稍微短一点。我把发际线往上剃一点不就完了吗？你随着年龄的增加呀，对，你会的啊，你会的，不用剃啊。啊，对，你的以后你会到这儿的上庭啊。来，韩哥来上一个，测一下我的上庭。韩哥上庭，哇，韩哥这得60多。哇，158。83.50。我的所有的庭都停在上庭了。我们还会有一些角度的测量，可以跟大家展示。角度，我们有一个概念叫鼻唇角，也就是我们会测这个鼻子和嘴唇的角度。哦。钱老师是97度左右吧，就是美貌人群来说的话，男性基本上在100度加减8。女性基本上在97度加减8。我属于女性的人群，而且新学了一个词儿叫做美貌人群。哇，我是美貌人群啊！喵喵喵。对，您是，就我博士课题本身就是研究美貌人群的。对，我们在这个龚医生和这个曾医生的这个科室啊，学习到了很多口腔知识。最后一个科室呢，就是需要斗智斗勇了，就是口腔科里的战斗机——儿童口腔科。我们有请陈妍迪来，谢谢2位。
天天兄弟们好，大家哇，好。好帅哦！医师为什么这么嫩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小兔子。这个是我工作服上绣的一只小兔子。然后特意的啊。陈医生前不久参加了一档恋爱交友的真人秀，因为帅气和牙医职业啊，圈粉无数。通过节目找到爱情了吗？比较遗憾的是，恋爱交友，恋爱没有恋到，但是交友是的确交到了很多好朋友。那您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就是咬合很好的，还是？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善良的、温柔的女孩子，当然也一定要对爸爸妈妈好。只要我喜欢她，牙齿没有问题，交给我就好。对，那个女孩一来的时候说：“嘘，你不要说了，你的这个唇有点高。”这样。为什么会选择儿童口腔科？可能跟我从小的一些爱好有关，因为我从小比较喜欢动手去做模型啊，做手办，所以我也一直在收藏玩具，收藏20多年了。我喜欢收藏高达模型，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模型。而且他这个职业是唯一一个让小朋友张嘴的职业，一般都是小朋友说闭嘴，别说了，他是张嘴啊！哇，你这个太好了。那严迪平均一天要接诊多少个小朋友？如果火力全开的话，一天可能要15、16个都有可能。哎呀，15、16个啊！其实从整个口腔的健康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建议小朋友第一次看牙医的话，长出第一颗牙就可以了。第一颗牙长出来就要看牙医了？有牙就要看牙医嘛？儿童普遍的问题就是这个龋齿啊。对，龋病。我们预防龋病的方法很多，但是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是观念上的。首先，我们要把口腔的清洁护理做得特别好。我们家长一定要肯花时间、肯花心思去帮我们孩子刷牙。然后呢，就是我们到了时间了，3个月、6个月，我们定期的应该带孩子来看一看牙。还真是。那我们怎么样来用一个姿势来帮助一下小朋友？我们请严迪来演示一下。对。我想请一位天天兄弟来当一下家长。一博，来，请坐，请坐。现在，如果我们说一博就是这个孩子的家长的话，我和一博就要做一个膝对膝 knee to knee 的这样一个姿势。哇，一博你孩子塑料的，我来。然后一博呢就要负责牵着他的2只手，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手肘或者是手的前半，尽量的固定住他的膝盖，这样的，因为我们孩子很可能还听不懂我们说话。但是我们要尽量的给他固定住，避免他乱动啊什么的。然后由医生呢负责这样，然后轻轻抚住他的头，然后我们轻轻的拉开他嘴角，就可以给他检查一些问题。包括有一些家长在家里给我们的婴幼儿刷牙的时候呢，也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姿势这样孩子会感觉到很有安全感。一博很合格，很合格啊！帮妈妈呢？谢谢。其实我们讲的还有一些牙外伤啊，就是除了这个龋病之外，最容易导致孩子牙齿缺失。牙外伤的话，一般就是2种情况嘛，一个是摔断，另一个是直接就摔掉。对，摔断的这种情况呢，还比较简单。我们家长的话，尽量先把我们断的那一节给找着，然后尽快去找医生。我们最主要、最害怕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牙齿直接全部掉出来、全脱出的这样一种状态。因为我有一个小朋友的话，当时他也是2颗牙齿都摔掉了，但是他来的时候已经下午4点半了。我说你为什么才来呀？家长说下午有节数学课要上完了再来。我希望家长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以我们孩子的健康优先，因为这种外伤牙的话，半个小时之内的处理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看，多数小朋友是不是都很害怕牙医呀？小朋友也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怕，有一些小朋友呢是被家里的爸爸妈妈吓到了，就说你不乖，我带你去看医生，让医生给你打针，给你拔牙，这样妖魔化医生的一种做法的话，很可能孩子就会很怕医生。然后他就不会配合我们的治疗。是，你可以奖励他，哇，你今天表现得真好，带你到医院去打针拔牙。也不能这么说吧。面对害怕的小朋友，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安抚他们？我们有很多专业的一些技巧，我们统称为一个儿童的一个行为管理。比如说，我们有告知、演示、操作这样一个方法 ，tell, show, do。就是我们在做治疗之前，我们先告诉他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先让孩子心里有个数。对。然后呢，我们去演示给他，最后我们再让孩子坐上来。这个时候，孩子应该心里已经很安稳了。孩子们已经知道了，逃不脱了，是吧？作为这个全能学霸呀，我们这个严迪除了专业拔尖，关键是还多才多艺啊，好像还会玩乐队哟。刚好这个君豪也是歌手出身啊，今天就这个川大华西口腔师的这个师兄弟，给我们来个合作秀。好嘞，耶！爱情遗落成遗迹，用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
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里，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向着废墟，像失落文明。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谢谢两位的表演啊！这个口腔方面的3位科室呢，我们都已经了解完成了。我们接下来有请甜甜兄弟啊，根据刚才对于每一位医生讲解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来选出你们分别想去哪一个科室。峰哥，你想去的是？我想去的是美貌人群的科室，就是喵喵喵组合。是的，我选正畸科。你选正畸科，那行，那我就儿童了。对大老师，因为选择我们儿童口腔科，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建议。那我去你那科，你可以不去，我们多2个人帮忙更好。怎么还有建议这么多事儿？啊，你说有什么？因为我们有的小朋友的话，可能来的时候会比较紧张，我们可以给他们准备一点小礼物。哎，准备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给他一点小贴纸啊。你看小贴纸，需要东西不用担心哦，请赐予我万物吧，蓝骑士，刷刷刷刷，点点点。蓝骑士，你有新的订单啦！你看，来了，你好，你好，我是饿了么蓝骑士，这是您的外卖订单。吃的哇，太棒了！我们对这个饿了么外卖啊，真的爱什么来什么。首先问一下，您叫什么名字？我叫艾一博，来自什么？等一下，艾一博，我是草头那个艾哦，亿万的亿，博士的博，我就是艾一博，但我确实也爱一博。大家都爱一博，对不对？是的。哎呦，这可以给呀。那一博送外卖大概多长时间呢？平均一天要送多少单？从今年疫情比较严重的3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9个月时间了。我一共完成了1万多单，到现在算起来每天50单左右吧。对，零差评，零投诉。那肯定呀，当然，就冲你这个名字，别人也不会投诉的。对呀。而且我在我们广电区域的话，我现在是单日记录84单的记录保持者。哦，一天送了84单。好，来问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广电这边的人啊，下单最多的是什么？哎呦，其实就是 T2楼的某一位女顾客。女顾客？对，她有一次把一次性下了15桶麻辣烫。15桶麻辣烫。那大家下单最多的有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送单送的最多的啊，其实啊就是我们的午餐和晚餐这2个正餐。饿了么平台早就已经覆盖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早上的时候呢，我们要为大家送早餐；到了上午的时候呢，又会有很多朋友喜欢点水果、送鲜花、送蛋糕。过了中午，又是我们享受下午茶的时间。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可以提前把生鲜蔬菜、药品、各种生活用品都提前给订好。晚上呢，如果您喜欢宵夜的话，蓝骑士也会为您及时的送上，等等。所以说，只要您有需要，蓝骑士其实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哎，我还听说疫情期间有人下单遛狗是吧？对，这个是真事儿。是这样的，那个顾客吧，她老公是一名医生，奋战在抗疫一线吧，然后不能回来。这位顾客的话，她是一个孕妇，
孕妇她不方便下楼。对，他们家那条大金毛的话，可怜巴巴的，已经在家里面。关了1个多月了，实在没办法，他就下了一个订单，委托我们一位男骑士兄弟帮他带到楼下去遛一遛，是这么回事。帮忙遛狗的？对，其实不只是帮忙遛狗哦，其实叫我们有喂鸽子的。喂鸽子，他们可以喂鸽子，但是蓝骑士绝对不放鸽子。不会，不会放鸽子。对，还有喂松鼠的。小区里吗？有个爱心人士哦，他每年都会在那个时候去喂那个松鼠，但是疫情期间的话，他回不来，但是他还惦记着那些松鼠，所以他就点了一个订单，然后请我们的男骑士帮他去喂一下那些松鼠。哇，真的听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感觉真的很温暖，厉害。所以我们蓝骑士不但是喂饱了我们广大的网友还喂饱了广大网友的宠物。对。所以你看，外卖小哥本身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职业，但饿了么的这个蓝骑士在这次疫情当中啊，真的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啊，然后盘活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需要，成为城市的摆渡人啊。其实我们很多蓝骑士啊，每天都会发生各式各样非常有趣的、有烟火、有反转的故事。12月21号呢，有一部以他们故事为载体的微电影，一博演出了，对吧？对，即将在饿了么这个平台首发，是吧？是的。明天呢就是冬至了，希望能给大家寒冷的冬天呢带去温暖的陪伴。好，谢谢我们的一博，谢谢韩哥，谢谢天天兄弟，谢谢你，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有请3位助理生换上实习服，我们天天牙科诊所口腔大会诊正式开张。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天天牙科诊所开诊啦！欢迎！我们把手拔起来了。手腕劲比较大，一天会刷3、4次牙。我一个朋友特爱洗头，现在都是秃子，真的老刷牙会掉牙。薛凯琪牙掉了，靠谱。亲家首次亮相，天天向上。大老远一瞅，还真像一个牙科大夫呢。谁？王一博呗。哎呦，一起完成洗牙工作。口水没有吸到。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 下载即可领取新人特惠课。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斑马 AI 课，学思维，学英语，2到8岁上斑马。温碧泉，天天向上，待会儿见。温碧泉，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温碧泉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补水就用温碧泉。感谢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 下载即可领取新人特惠课。得知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优秀的口腔科的医生来大会诊啊，各路的亲朋好友都从各地赶来，争先恐后抢破头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后来我们就只能通过排队拿号，不知道谁能够幸运的拿到了第一个爱的号码牌。天天牙科诊所开诊啦！请001号薛凯琪到天天诊室就诊。哇，欢迎，凯琪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哇，凯琪，你不但是要看牙，我跟你说啊，还得看什么？不，他开了个门，把我们的门把手拔起来了。什么时候练的这个才艺？彩排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子了。手腕劲比较大。凯琪上次来吃泡面啊，感觉那个牙口特别好，笑起来一口大白牙。今天怎么会专门从香港赶过来看牙？隔离14天就为了看牙，哦，好厉害！我觉得就是听说免费的，第一是免费的，第二呢是我听说在内地有很多的新科技是可以保护我的牙齿，技术很先进，对不对？然后我也特别关注我自己牙齿的健康。为什么会这么关注牙齿的健康？
因为我就老喜欢弄破自己的牙齿。弄破自己的牙齿？几年前，我跟我的助理在玩那个室内的枪，然后我一大笑的时候，他把枪就是弄破我的牙齿。哦，是枪口打到这牙上了。对对对，然后就要补。对，所以就觉得有健康的牙齿是很重要的。对。刚才我们说了，牙齿一掉要马上塞回去。当时你的助理是怎么样做的？塞回去了吗？特尴尬，因为那时候那个室内的，就你打游戏的地方是很暗的，然后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来了，然后知道我那个牙齿弄破了，他把灯全开，让所有人都过来说薛凯琪牙掉了。然后就看看我状况怎么样，这样子。对。有什么特别保护牙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吗？因为我就有一点小怪癖，就我喜欢很香，就是无论是头发啊、口腔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有一些疑问会问医生，比如说咖啡啊、红酒啊，什么上色喝什么，我都不会喝。哦，就不能喝啊。对。我们来问一下周医生，是不是这种问题啊？会影响你的牙齿的颜色。如果喝的话会影响，但是一般也没有那么严重啊。看量啊。有人其实一直喝红酒喝的时间比较长，觉得有点红，那可以漱口什么就可以了。所以茶也是会影响吗？有的人可能习惯就是，比如说茶喝的特别多，那可能就会有点影响。对，浓茶就是喝完之后漱口，对，也能减轻。清水漱口，我觉得就可以，对。然后我会带那些小牙刷，就特别是拍戏，我不能让自己口腔里面有我刚刚盒饭的那个味道。就是说，别人如果离你近了，感觉他口腔有味儿，你会拿出一个牙刷开始给他刷吗？我倒不会，但我自己要香的。哦，自己要香的。那所以我可能一天就会刷很多次的牙，因为它里面呢已经有牙膏的了，所以特别方便。哎，这个真的好香哦。那所以，我可能就是一天会刷大概3、4次牙，这样会太多吗？通常情况下的话，早晚刷2次牙是最重要的。世界卫生组织啊 WHO 提出了80岁有20个自己的牙。那包括我自己，其实现在要求更高一点，就是希望100岁有20个自己的牙，所以要特别保护。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就是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可以用牙线或者水牙线这些。尤其是如果你刷的方法不对的话，就可能去把牙齿刷出好多槽，我们叫蟹状缺损，那牙齿可能就不好了。对，不要过度的刷。我有一个朋友特爱洗头，现在都是秃子，真的，因为老洗头会掉头发，老刷牙会掉牙，真的。哦不，believe me 啊，你看看老师也这么说的啊。第3点就是我会特别关注很多让牙齿健康的神器，各种各样的牙线呀，然后就是有些说不定是交了智商税，肯定是啊。那老师看一眼，你的钱都是怎么白花的？哦，有一个美白牙齿，那个我买过，就是那个蓝光这东西。我平常如果去拍戏的话，就会带着这种牙线。对，因为我每天都会用牙线的，牙线是可以每天用，对不对？对，可以每天用，对，可以。对，然后呢，就是这个是美白的。就涂这些美白有没有用啊？它是主要是还要看着医生建议下，可以做家庭套装的美白，但是还是不要自己的随便用。对。那这种蓝光有没有用？我也买过这个，没有任何用。没有用吗？美白仪只是看着自己挺好玩的，然后一张嘴，然后嘴是放蓝光。对。我大概简单讲一下牙齿美白的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非常的关心。那首先想要美白，你要知道你的牙齿为什么不白。牙齿不白的原因，我们分成外源性的和内源性的这2个方面。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他会统一有一口那个4环素牙。对，这种是内源性的。对，我小时候我妈老给我喂那药。哦，那个药会导致牙黄。对，这种叫内源性的，就是颜色是从内往外散出来的这种颜色，它是有特定的治疗方法的。但很多人是外源性的染色，就像刚才讲到的说茶渍、咖啡渍，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清洁。清洁我们就分成自己清洁和去医院清洁。那自己清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刷牙、牙线还有冲牙器这些清洁手段。那医院的话非常非常健康和推荐大家去做的，每半年到1年去医院洗1次牙。洗牙。对，做全口的检查，必要的话会有更进一步的治疗。这些东西管用不管用？还没有讲到这一趴。还没有到啊，有。对。抢趴了啊！
那内源性的就是从内透出来的这种颜色。首先，我们的牙色本身有一点微黄是正常的，但是有的人会想要那种极致的白，其实我们专科的医生会把它叫做马桶白，就是一关灯荧光白那种啊。对，那是太白了，对不对？就过分。但有的人会追求那种白，怎么办？有2种主流的方法，一种叫做漂白，一种叫做简单来说，我们给它戴一个面具贴片。对，那内源性染色的这种漂白类的，对我们现在人类技术来说，你把一个不白的东西漂白非常简单。但是牙齿它是个活体，它是分好几层的，中间那层我们叫牙本质。大部分的牙偏黄，包括您说的4环素牙这些的，它是牙本质透过半透明的牙釉质透出来的颜色。那这个时候你想漂白，我们就用很多洁厕灵啊什么之类的啊，这，哇，您心真大哇！不，这些很多东西的都是类似的成分。对，就是自己在家做，你可能控制不好这个美白效果和安全性。其实就是这样，想省钱反而更花钱，因为买一堆没用的东西，不地直接去他们诊所找专业人干专业事儿啊。那今天凯琪有什么具体的口腔问题要向老师们咨询？我之前不是说我断过牙嘛，就补了一小块，然后我的医生就跟我说，那你补过牙之后呢，就不能再做美白了，因为它的质地是不一样嘛。那这个是真的吗？首先，你给你补牙的医生技术应该非常好，因为我这样近距离看，我并没有看出来，看不出来，因为是补的是后面那个。他如果在意的话，应该还是前面的牙的。那如果前面的牙有一个补色的牙，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做漂白的技术，它的本身质地是不一样的，那它就很容易会出现您刚才说那种情况。所以我是没办法做的，对不对？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方法，给牙齿做贴面，我就把它全部都做成一个色。这种方式的话，就是不管你里面以前是什么色，我都可以让它好看。但是要磨我本身的牙吗？对，它是对健康有一定损耗的。来，第2条，自己是否有大小脸，可以怎么样矫正？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今天带了 offer 啊，我想请一下我们的颌面外科的实习老师钱枫老师，你来判断一下。没错，就是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美貌人群，钱枫老师。群的实习医生来给凯琪做一个测量，好不好？量测量。来，要坐到那边去看一下。凯琪肯定是美的，那个没问题啊。那个龚医生还是指导一下啊。我现在是考官，你来做。好。就是刚刚你给我做的那些吗？对。他可能更关心对称型。对，我对不对称？好，我们就先来做对称型。像我这样贴着颌骨。我要量你颌骨到鼻尖的这个位置。这是你自己觉得？不，是龚医生教给我的。哦。记不记得呀？小心不要扎到它。哇，好近我的眼睛啊！不，没关系。你换一下角度。我们这个实习生这个动作稍微有一点点危险，就在临床上可能会有一点问题。30，别动。病人有点害怕。40.75，然后换一边，对，40.75，很对称。我来测一下哈。你看他尖的地方。啊，差那么多？没有，我觉得是我跟你的基点选的不一样。哦，你是从这里跟这里量的？对，就他的。我是从他的颧骨这里量的。哦，它确实是对称的，71左右。所以你的结论是对的。就是参照物没有选对。第1项算是通过了吧？通过。好。还有，我们正面还没有测完了。哦，正面还没有测完。正面让我想想啊，三庭，这个，哦，对，三庭，对。对不起啊。对不起，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
53.19，眉心点到鼻下点，对，61.05。你笑什么呀？不要抖，淡定。60.28，对，60.28。我觉得凯奇跟我的这个脸型的这个比例啊，是真的是很接近的啊。You what？ 从眉心到鼻下面，再从鼻下面到下巴，我跟他的数据是一样的比例。这是不是一样的数字，吓我一跳。是一样的数字，一样的数字，他的脸就太大了。我们接下来问一下我们这个龚医生啊，助理实习医生的这个实习结果怎么样？就第一次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好。除了手有点抖，对，还是学到了东西的。那是对，有一些专业术语啊，掌握得非常好。凯奇列入我们的美貌人群啊。是的，我们谢谢凯奇成为我们的天天牙科诊所的第1位问诊的客人，给我们的新进实习生的一次实践的机会。接下来是会成我们的第2位拿到幸运号的朋友呢？请002号沈平、003号常莹到天天诊室就诊。来，欢迎，热烈欢迎！哎呀，这儿子，有真像，沈爸来了，哎，您往中间请，哎，你好，你好，都是什么亲人，对不对啊？亲家首次亮相，天天向上。那你看，我一直惦记上天天向上，我就想和你们聚一聚吧，结果还聚着牙科来了，整那玩意儿整的。哎呀，都说涛妈的牙好的。那这话我不跟你犟，我直播的时候，宝贝们搁底下全喊说，涛妈你牙咋那么好呢？我就这样式的。哎，今天是个好日子，看我的牙露出来没？心想的事儿都能成。怎么样？我的牙怎么样？老好了，老好了。哇，杜海涛，你家够热闹的哈！哎，你整这玩意儿整的，我就知道你洗刷刷。洗刷刷，谢谢您，哎，好嘞。沈爸也帅啊，对，老帅了。邓冷哼，特别喜欢邓冷哼啊。邓冷是的。这平常会怎么照顾自己的牙齿？年轻的时候啊，不太注重牙齿的保养，包括这个刷牙的这种方式啊，也是不正确。所以现在导致了牙齿的一些问题比较多。那还好，我们今天有这么多棒的牙医，帮您来解决问题，正好了。就是那个板牙有2颗出了问题，一颗呢是通了一个眼，打了一个洞，还有一颗呢缺了一半。他那个本来要种一个牙齿，把原来的牙齿呢拔掉。我看了图片以后啊，比较害怕。你看，进去，对，我是到骨头里，爱的形状，冰激凌，哇，好可爱，这就是种牙嘛，这是最好的方式。涛妈，您的牙我们看了一下，真是特别好。除了这里有个豁，对，你看我这牙哈，我小时候就搁我姥家住，东北就干啥呢？弄一盆毛嗑瓜子，往炕上一放，一大家子围着一坐，热乎的开嗑瓜子聊天。结果呢，我一照镜子，不要紧，我这牙戳豁，牙可豁了啊。对，而且几年前涛妈洗回自己牙之后，发现自己牙齿真非常好，倍儿棒啊！哎，真是，我一直担心这事儿，我就觉得我的牙就根本就不用洗，我牙没毛病。哎呦，我这一直担心呢，我说我牙挺好的，你别这给我洗坏了。他就说你一定要洗，不洗有牙渍。我说就没有牙渍。那你们说有没有牙渍呢？一嘴没有，肯定是没有。对，我就认为我都没有。特别棒。今天呢，沈爸涛妈呢也带来了自己的牙齿扫描图啊，我们请许医生给沈爸还有这个涛妈的牙齿呢诊断一下，好不好？我先看涛妈的，好了。那从这个全景片看起来的话，真好。首先第一个，您的牙齿呢特别整齐，真的，您的咬合形态也特别好，谢谢。所以你比较容易清洁。你只有一些轻微的细缝，是不是和那洗牙有关系？应该不能怪牙医了哈。对，就是那个人给你洗坏了。我给您一个建议哈，您这边有的缝哈不易清洁，但长期来讲的话，这个很容易发炎在这个位置。
哦。那您的大牙是特别好的，其他倒没什么问题。谢谢。我们要精益求精啊！我们来看一下沈爸的。好，沈爸刚刚有讲到呢，您的大牙有做了一个烤瓷冠，但是您另外一颗大牙，我劝您要及时治疗。因为这一颗牙，如果你不恢复的话，您吃饭的话吃不出味道来，因为你大牙没办法咀嚼。那得治，没有味道吃饭怎么办？对，所以我今天比较想帮你做的就是稍微在这边洁一下牙，因为我觉得你有一些结石在。对，我的牙结石比较多。对，那我今天帮沈爸来做洗牙，那我会请周老师科室的助理一起完成洗牙工作，好不好？好，来有请一博。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戴手套，吸唾管，你拿一支起来，你的工作位置在这边。我们现在开始，这个角度很好，慢慢截下来了一些。等一下，口水没有吸到。你们知道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他的这个门牙缝缝里面就有一点坏了，待会儿叔叔主要就用这个东西，你听一下它的声音。现在我们小朋友有点紧张，不要紧张啊，没事儿。嗨，来，我们把手放下来好不好？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 下载即可领取新人特惠课。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斑马 AI 课，学思维，学英语，2到8岁上斑马。温碧泉，天天向上，待会儿见。温碧泉，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温碧泉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补水就用温碧泉。感谢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斑马 AI 课，学思维，学英语，2到8岁上斑马。戴手套，吸唾管，你拿一支起来，测试吸骨，它有没有工作？你的工作位置在这边，口水呢跟水只会往咽部流动，所以这个位置吸，再这样子放着就差不多了，但是不能太进去，因为会有点恶心。O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沈爸，来，请坐。OK， 好，叔叔，麻烦你镜子拿一下，这样我讲哪个位置你才看得到。OK， 好，我们开始哦哈。如果叔叔你有不舒服的地方，麻烦你举手示意。好的。你看，这就是牙结石。慢慢从牙菌斑变成牙垢，变成牙结石。我轻轻在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牙龈有点红肿？肿肿的哈，这些都是。我今天会先帮你处理这个位置 ，OK？ 下面这几颗牙。对，这个角度很好哈，这角度很好。Yes。还可以吗？感觉还可以吗？好的。现在慢慢结下来了一些哈。等一下，口水没有吸到，靠近一点没关系，对，靠近黏膜一点。对，很好，对，很好。口水吸掉了哈。嘴唇放松，鼻子呼吸。嘴唇放松，鼻子呼吸。这结石就下来了。对，很好。那我们起来漱口一下，来，左边是漱口。好，你会看到一些渣渣跑出来哈，这些就是牙结石。对，可以了。好了，叔叔，今天我给你做了一个前牙的冲洗，斜牙。好的，谢谢。好的。这个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看吓一跳，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小问题。好的。一博第一次配合医生，正式上手辅助吸一下这个口水这样的一个工作，会不会有点紧张？我做的可能就比较简单，就还好，没有那么紧张，因为只是帮助病人把那个口水给清理掉。有些一紧张的直接插到喉咙里去了，对吧？我遇过护士，就是他太紧张了，一紧张，他就碰到咽喉道，真的那就很难受嘛。大老远一瞅，还真像一个牙科大夫。谁？王一博呗。哎呀，真好，老有样啊！谢谢沈爸和涛妈，今后2家的好消息。谢谢。接下来是最后的叫号了，我们的小朋友已经等了很久，应该排到他们了吧？请004、005号嗨嗨小朋友、真真小朋友到天天诊室就诊。2位小朋友，快走过来！好，2个小朋友分别叫什么名字？我叫真真，今年7岁11个月了。
珍珍啊是在以家人之名当中啊有表演呢。帅啊！你在里面扮演的是谁呀？小紫秋。张新成小时候他演的是吧？以家人之名这个角色，承包了很多小姐姐的眼泪。是的，承包了很多小姐姐的眼泪啊。嗨嗨，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曹瑞希。哇，这些珍珠是昨天刚开的吗？就是开蚌开出来的。哇，真闪亮！你喜欢这个小手包不？喜不喜欢？喜欢啊。小手包里面是什么？小饼干。平时就爱吃小饼干。对。你们知道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还知道来干什么的吗？录节目的。录节目，对。但是今天这个节目是录的。我也是录节目的。知道录的内容是什么吗？检查牙齿。怕不怕看牙齿呀？不怕。嗨呢？不怕。平时爸爸妈妈教了你们什么样的一些爱护牙齿的习惯呢？我晚上刷完牙后再吃东西，对不对？不能吃东西哦，不能吃。到7、8点的时候，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吃。7点到8点就什么都不吃了啊。嗨呢？每天刷牙刷几次？1次。1次啊？1次啊？那我们特别想问一下那个严迪医生啊，就是吃完药、喝完牛奶之后还要刷牙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2位小朋友呢，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保健意识。牛奶啊，那奶制品的话，里面也会有很多的糖。而我们晚上的时候，正好是口腔里面的那些致病菌发展的最狂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尽量不要给它们营养，不要让它们去长。所以我们在吃完东西的时候。都给他，你本来是应该给我们4个每人1个的，谁最帅他就给都给他了，而且我要一拿他肯定还生气。你拿一下看看，这给我了，你看不开心了啊！小朋友几岁开始刷牙呀？嗨，你几岁开始刷牙的？几岁开始自己刷牙的呀？嗨，你说，我们让王一博来问问这个问题吧。你几岁开始刷牙的？2岁。你看是不是管用？我换张脸吧，我赶紧去哪儿治病去。我真的，你这点啊，很像你妈，我告诉你。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拿到问诊号的2位妈妈啊，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哦呀，子琪啊，你看你这个珍珠啊，跟你女儿的这个珍珠啊，珠光宝气，一套的。哎呀，好讲究啊！来，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嗨，这个年纪到了要涂氟的年纪，就想问一下，需要多久涂一次氟？可以买那种网上的氟，我自己在家给他涂吗？那种？关于该用多少或者多长时间涂一次氟的话，我们要看这个孩子的患龋风险。高龋风险的孩子，我们建议3个月左右，我们就来医院、来诊所来涂一次氟。如果是一种中低风险的话，我们6个月涂一次就够了。不建议自己在家进行一些治疗性的牙科 DIY。氟化物如果用的太多的话，其实对身体是有潜在的危害的。我们建议还是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掌握一个比较合适的用量比较好。第2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2个门牙中间有一点点黑。其实我们有在每天给他坚持刷牙，但是可能他就有一点不好的习惯，他有时候刷完牙之后他还要喝牛奶，然后才能入睡。哪儿黑啊？门牙中间，嗨，你张开嘴巴是有一点。转过来，让白白看一下。没关系，一丢丢。我们有很多小朋友的话，的确是有一个黑色素沉着这样一个问题。像嗨这个问题的话，它是因为2个门牙的门缝比较挤，然后我们如果只是刷牙，没有用牙线这个习惯的话，很可能牙缝之间的脏东西是清洁不到的。这么小就可以用牙线了？对，可以用。没用过，没用过啊。它的这个门牙缝里面就有一点坏了，就是长了一点点龋齿了。我们把它的这个龋坏稍微磨掉一点，让它的牙齿之间形成一个比较自然的缝。平时我们刷牙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清洁到，就没有太大问题了。好的，谢谢。好，珍珍妈妈，就是我觉得那个珍珍换了门牙以后有一点爆，别人说是换牙可以改变一个脸型，我在网上是网购这种几百块钱的，就想问一下医生，这个能不能戴？我看一下，来咬住，这样啊，张大，来轻轻咬，好，
好，真正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在换牙的时期的话，我们的小朋友除了在长牙，他的颌骨也在长，所以我们在换牙期间的话，刚刚周教授也提到了，我们有一个丑牙期，就是牙齿的排列可能没有那么的整齐，都是比较常见的。然后没有一些特别严重的情况的话，我们都觉得现在可以暂时不着急。而且关键是，真正现在长得已经那么帅了，你还要他多帅啊？对，都长成这样了。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陈医生还有我们这个助理实习生呢，将会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去我们的这个诊疗室来诊症。那这里就请我们的实习医生大老师，你先戴上口罩和手套。是不是要换一个杯子呀？哦，对，待会儿换啊。第一步就是要让我们的小朋友乖乖的坐上我们的牙椅了。我们坐在这个坐垫上啊。上哪儿都拿着这包啊。好，现在叔叔拿一个小镜子看一下牙齿，好不好？好，现在我们把嘴巴慢慢张开，哎，叔叔看一下啊。我们嗨嗨的牙齿呢，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两颗门牙中间那个缝有一点点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还是把这个缝里面的这个坏的稍微磨一下，然后给它涂一点氟保护漆，我觉得就可以了。给它吃多一点牙齿。来，我要吃一个。8个。现在呢，就请我们的实习的大老师了，来帮我做一个助手，来帮我们的嗨嗨吸一下口水。来吧，待会儿我把这个搁你嘴里啊，搁在嘴里头，帮你漱那个嘴，你这样会口气特别的好闻，全是草莓味的，好不好？好，来吧。我们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看牙齿？好，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看牙齿要用到的东西啊。待会儿叔叔主要就用这个东西，这是一个电动的小水枪，它会喷水哈，喷水把我们牙齿上的脏东西给洗掉。你听一下它的声音啊，这个样子。好，哎，现在我们小朋友有点紧张。来，我们把手伸出来，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不要紧张啊，没事儿。来，我们喷一点点水在手上，好不好？我们感受一下。你先喷一点在你手上。就这个样子啊，它会喷一点水在手上。其实就跟那个喝水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往里喷水，这样更好玩。像这种情况呢，如果我们的小朋友对我们的诊室环境比较紧张的话，我们第一次可以不做特别复杂的操作，我们做一点简单的治疗。我们可以第一次先给他涂一次氟，然后我们下一次再一步一步的做比较复杂的工作。我们今天就给嗨嗨做一次涂氟。好，嗨嗨，来，我们把手放下来好不好？嗨嗨，你把手拿开，啊，眼泪都出来了啊！你现在特别美，就当做游戏了，这就是个游戏啊。珍珠包，珠包，在那儿。啊，这儿呢，来盘串，来。来，我给你唱一首歌吧。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啊！没事了，现在你看看这个世界很安静，没事儿。你把眼睛睁开好不好？歇会儿，你看睁眼了吗？没事儿，你要信任我们。涂一点点甜甜的药药。好，这个是我们的氟保护漆，我们把嘴巴张开啊，我们把手先放下去好不好？好，把牙齿擦干净，哎，好，我们给牙齿稍微涂一点氟就可以了。好，涂一点啊。好，樱桃味道，哎，很棒啊。Cherry， 闻到香味了吧？很棒啊，棒。好，我们已经涂好了。你今天还是表现得很不错啊。来，让我们的大医生给你送个小礼物好不好？把你新做那蛋糕给他，送给妹妹的。你看好看不好看？可爱不可爱？没有反应，对不对？下来了啊，嗨嗨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嗨，好棒哦！好，我们来问一下啊，陈医生觉得大张伟做助理怎么样？大老师作为一个实习生的话，他第一次做的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大老师呢发挥了自己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幽默。
幽默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我们小朋友的焦虑情绪，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能够感受更好。我们大家都知道，牙齿是我们身上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因为我们大量摄入营养就是靠食物。对，没牙齿不好，你咀嚼怎么办呢？对，所以就是牙好，胃口就好。然后吃慢慢香，身体才会倍儿棒。我们要感谢几位口腔科的医生为我们介绍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保护牙齿。也希望呢，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开始有更多人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 下载即可领取新人特惠课。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斑马 AI 课，学思维，学英语，2到8岁上斑马。温碧泉，天天向上，待会儿见。温碧泉，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温碧泉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补水就用温碧泉。打开饿了么 APP， 搜索“天天向上”，水饺、汤圆、鲜花1块9起，新用户最高领20元红包。饿了么外卖，爱什么来什么。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我们本期的主题呢，就是聚焦国内的3大温泉的圣地：云南腾冲、南京汤山和广东从化，给大家甄选出最别致的温泉的新玩法。兄弟唱完队、温暖泡泡队3轮的比拼，获胜的那个队将有机会泡温泉。小姐姐不要尝试了，非常沉。王一宝，你怎么？男女主角的名字，你叫送温暖。哦，是个机构啊，然后真的吸住嘞，好神奇啊！疼不疼？现在说话都有点后鼻音了。今天晚上陪我去打麻将，你这6桶啊！我跟你说，服了。你又长在了王一博的笑点上。哎呦喂，亲家睡眠质量不太好啊，梦多，精神有点紧张。打那个鼓点儿，拍出节奏，还有什么招？我天，学得很快，一学就会了。你不用紧张。第2场。我怕痛。第3轮抢答啊！广东已开发的温泉点到底有多少个？获胜队就是我们的。感谢独家冠名商补水品类倡导者温碧泉，用温碧泉明星1号水，秒补水，顺润透，补水就用温碧泉。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 下载即可领取新人特惠课，以及官方合作伙伴斑马 AI 课，学语文，学思维，学英语，2到8岁上斑马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各位，下期再见，拜拜。